为什么2025年被众多经济学家称为周期的转折点？著名周期天王周金涛曾经在10年前做出过一个预言，2025年可能是新一轮经济的起点。从张艺谋出手导演《机器人》上春晚，到春晚重庆分会场780辆国产汽车排列亮相，再到哪吒2登顶中国票房榜首。所谓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从开年的调性来看，你应该就能感受到这一年是大有不同。但10年前那个改写命运的10年计划，全网居然没有一个人提起，连热搜都没有。而在我看来，今年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它更值得我们关注，那就是2015年高层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。10年前我们为什么要启动这个计划？为什么计划一开始便引起了美国的极度关注？如今10年之期已到，这个计划又进展如何了？本篇视频就带着这3个问题，我们一起看懂这改写国运的10年——中国制造2025。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制造2025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2015年。还有多少人能回忆起10年前的事儿？2015年，苹果 6S 一上市即风靡全国当时不少学生党还流行讲卖肾都要买苹果呢。2015年，国内的马道上跑的汽车大多都是大众、丰田、本田。那时候谁家要是能开上一辆大奔，那就了不得了，走路都带风。毕竟90年代你们还记得吧？买一台大背头电视机就得上万块呀。当时普通人一个月工资才100来块，那谁家要是买了，那都是全村的骄傲。可是谁有想过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总是要高价进口别人的？因为众所周知，当时的中国制造处在一个大而不强的尴尬局面。同样是在2015年，当时4G 普及，催生了数字经济一片红火什么外卖大战、网约车大战都是在这一年开始的。另一方面，国内的高铁、核电、光伏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。于是美国就为了提防我们，早在2015年就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售超算芯片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如果再不改变，中国制造很有可能就被锁死在流水线民工的决策上了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：干最累的活，赚最少的钱。而放眼全世界，当时的欧美日也在同时加码制造业升级。像德国早就提出了工业4.0，日本发布了制造业白皮书，美国推出再工业化，鼓励制造业回流，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。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格局之下，2015年5月，中国制造2025计划浮出水面。它也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10年行动纲领。核心目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：用10年时间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，重点推动像信息技术、机器人、航空航天、新能源车等10大领域的发展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是如何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？如果我说这10年里我们怎么牛怎么又赢了，我想那都是讲故事。实际真实的情况是，这10年时间我们真的经历了太多的困难。比如2019年，华为正式被美国列入了实体清单。2020年升级制裁，华为从此再也买不到高端芯片，大家一度以为华为做不成手机了。再比如大疆，2020年被美国部拉入黑名单，禁用其无人机，美国市场份额直接从70%降到50%以下。实际就是产业升级的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那么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挺过来的呢？这里我可以讲2个故事。第一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小米。2015年，小米刚刚登顶中国手机市场份额的第1名，本以为能乘胜追击，结果小米5的发布直接被卡死，出货全部延期。原因就是因为三星断供了屏幕。那一年的小米销量直接腰斩雷军急得赶紧飞到了韩国，只为了三星能放开供应，给一块高端屏幕而这一刀不只砍向了小米，也给所有的国产企业敲响了警钟。怎么办？那几年的国产企业一边想办法买屏幕，一边扶持自己的供应商。
合肥政府更是下了血本啊，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，拿出全市1/3的财政收入投给了京东方，力度堪称前所未有，硬是把国产屏幕给扶了起来。在合肥的大力支持之下，京东方8.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，全球最高世代线的10.5代线先后在合肥建成投产。到了2024年，国内的 OLED 屏国产化率超98.2%，三星再也不能靠一块小小屏幕来对国产手机发号施令了。第二个故事是亮相春晚的赛力斯。10年前的赛力斯啊，还叫东风小康呢，它是生产面包车起家的。就在2018年，他还在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啊！公司营收202亿，可利润却不到1个亿。大家都以为是华为救了赛力斯，很少有人知道啊，赛力斯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个幕后英雄，就是重庆。当时华为和赛力斯合作的第一款车型销量惨淡，但是重庆政府始终对赛力斯的每一期工厂都坚定投入。光重庆的一个区里就有25家规模以上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为赛力斯供货。去年，重庆政府还专门为赛力斯建设了一座超级工厂，为它的研发做足了蓄力。直到问界系列的上市，销量多次霸榜新势力榜榜首，东风小康也从此改名为赛力斯，市值飙升至2000亿，超越一众老牌车企。而重庆这座城市在2024年也凭借长安、赛力斯等一大批新能源车企 GDP 排名挤进了全国第4，成为了真正的中国汽车第一城。第三个问题，如今10年过去了，中国制造2025的进度如何了？答案其实就藏在今年的春晚里。你看啊，往年都是帅哥美女组团跳舞，而今年春节呢，最大的亮点是机器人穿着花棉袄跳东北大秧歌。可你知道吗？这家机器人背后的公司叫宇树科技，它来自杭州。众所周知啊，搞机器人是个烧钱的生意。2017年的时候，宇树科技的融资都烧完了，还没有机器人可以交付。正是杭州的融资支持，让它重回轨道。杭州政府还把它的机器人产品纳入了智慧城市这些场景中，甚至让它的机器狗在2023年亚运会中上场巡检。有意思的是，春节期间让英伟达闻风丧胆的 DeepSeek 来自杭州，国产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母公司游戏科学也来自杭州。这3家公司跟做脑机接口啊，跟马斯克打 PK 的强脑科技，拥有全球最大可交互3维数据能力的群核科技，还有做4足机器人的云深处，并称为杭州6小龙。杭州一直是一个拥有创新基因的城市，有人说杭州就是未来的中国硅谷。总结一下，中国制造2025的背后，有太多像合肥、重庆、杭州这样的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，而这背后实际是整个国家的力量在向上托举。这10年时间，我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从1%迈向了50%的质变，中国汽车出口量连续2年位居全球第1。这10年，我国的智能手机在屡次遭受灭顶之灾之后，还能涅槃重生。2024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排名前10中有8家是国产品牌。再到珠海航展歼35A 的亮相，我们成为了世界上唯2能研发第5代战斗机的国家。国产动画《哪吒2》票房不仅登顶中国影史，还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，大声喊着那句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。10年过去了，德国早就不再提工业4.0了，美国还在喊制造业回流，而中国却在外部的制裁、打压、卡脖子之下，在曾经想都不敢想、做都不敢做的各个领域完成。借用今年春节档2部电影的台词吧，哪吒说：“若前方无路，我便踏出一条路。”唐探1900说：“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是我们成为最强大的国家。”